周可可是3个月前空降的部门经理，因为我业绩压他一头，今日全员月度会，他当众揪着考勤发难，摆明了是想借着迟到的由头当众踩我，存心要让我下不来台。而我的老板也默许他的行为，要把我开除掉。大家的工作汇报我都看过了，各部门还有谁还需要补充工作问题的？李总，我有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江一婉这个月的考勤严重不合格。江一婉，你这个月迟到6次，全公司最多。周经理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理解，但这个情况我可以解释。那几天我陪盛旭集团的陆承洲去考察工厂，凌晨1点才回来。按公司规定，客户接待可以申请补卡，所以呢，接待客户就可以藐视考勤。我没有藐视制度。3年来，我为了飞宇的业绩加班到凌晨是常态。李总，当年公司快创立的时候，也不见你这么在意制度啊。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才来3个月就当上经理了，看着就像短剧里的恶毒女二。你加班说明你工作效率低下，少拿以前的事情倚老卖老。这根本不是一码事。怎么不是？制度面前人人平等。你陪客户到半夜，那是你的本职工作。本职工作做得好，公司给你发工资。本职工作做得不好，剩续的合同你签下来了吗？合同正在走双方的法务流程。流程？3个月了还在流程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骨干员工？周经理，你不懂盛旭的技术壁垒，这种体量的项目，3个月进度完全正常。我不懂，我这个常青图毕业的经理不懂，就你懂。你懂怎么还没签？你懂怎么让客户拖了3个月？你懂怎么让公司白养你3年？李总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，您说对吧？啊，对，周经理说的没错，我们公司现在要走正规化路线，不能搞特殊。李总，上个月我陪陆承洲考察，是您亲自批准的外出，您不记得了？该死，他怎么敢当众提这件事？批准只是允许你外出，不是你的免死金牌。你让客户满意了吗？合同签了吗？公司白供你出差，住5星级酒店，吃几万块的商务宴，结果呢？拿结果说话。宴请是为了引荐飞宇的投资团队给陆总，为了你的私人交情吧，江一婉。公司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你的客户不等于公司的客户，明白了吗？这明显是要逼婉姐走啊！嘘，新经理背景深，少说话。周可可，你大费周章的查我考勤，就是为了这出戏？你不会以为迟到就是你的唯一漏洞吧？你拿走我辛辛苦苦写的行业报告时，怎么没发现我的漏洞？什么报告？3个月前，集团总部的汇报会上，那份署名你周可可的新能源行业分析报告，你从我工位上拿走的，名为参考借阅，实际上是直接抹去我的名字，占为己有。哦，那份报告啊，那是我们整个部门的团队成果，我作为主管只是在统筹汇报，署名问题我们私下可以商量。你跟我商量过哪怕1次吗？现在讨论的是你危机报销和考勤的问题，少给我转移焦点，一码归一码。好，一码归一码。我们先说考勤。你3个月前空降我们项目组，第1天就强行取消弹性工时，全公司30个人，没人反对，是因为大家都指望着盛旭的单子，李总也默认了。我很好奇，这规矩是总部定的，还是你为了树立威信私自改的？江一婉，注意你的分寸。分寸？李总，周经理私自查我报销单的时候，您想过规矩和分寸吗？大家停一下，我宣布一件事，从明天起取消弹性工时，以前的10分钟迟到缓冲全部作废，差1秒都算迟到。可是周经理，我家离得远，地铁只要稍微晚点就会迟到，能不能保留2次紧急缓冲？那就自己提早半小时出门，公司不养懒人，有意见的随时可以离职。江一婉，不查不知道，你这3年漏洞百出，商务礼品8600，酒席12000，客户接待费3200，你解释一下，这一大笔钱是真花在陆总身上，还是进了你自己的钱包？周可可，
你这是在恶意诬陷。诬陷？这是公司正规的财务审计。你要是真的清清白白，怎么不敢让大家看看账目？礼品是盛旭集团项目签约前的关系维护，每一单都有陆总秘书签字的签收单。酒席是集团领导出席的商务宴请，有合影、有菜单、有发票。李总，这些报销单哪一张不是您亲自签字同意的？3年前飞宇资本快倒闭发不出工资的时候，是谁一个人在盛旭大堂等了3天3夜？是谁陪客户喝到胃出血换来的第一笔投资款？周经理，是你吗？你，李总，当年您求着我拿下盛旭的时候说，只要有我在，盛旭的项目就不会丢。今天您纵容一个空降的经理来查我的账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够了，江一婉，你仗着自己的老资历，目无规章。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你要开除我？飞宇资本不养不服从管理的员工，收拾东西，立刻交接。听懂了吗？盛旭的合同和所有后续资源由我全权接管。江一婉，你现在可以滚了。周可可，盛旭的陆总只认我这个对接人，你以为你能接得过去？笑话，我是飞宇的经理，代表的是公司。你一个被开除的员工，有什么资格和公司争资源？你3年的关系，我3天就能接过来。那你就去试试看，看看陆承洲会不会在没有我签字确认的合同上盖章。盛旭合同的最后一页附件，是我3年前根据他们的技术难点亲手写的技术对赌协议。周可可，你连基本的行业报告都要偷我的，你觉得你看得懂那一页吗？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！等今天中午12点陆总来签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不是故弄玄虚了。李总，您听到了吧？他这是在威胁公司，他想搅黄和盛旭的合同。江一婉，你要是敢在背后耍花招，我让你在整个投资行业彻底封杀，让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动作快点儿，下午行政就要给新员工腾位置了。盛誉项目的交接文档都在这里，一共47份，涉及12个核心技术节点的商务谈判。周可可，你最好祈祷你带的团队看得懂。不就是写写 PPT 跑跑腿吗？有什么难的？3年来，为了这笔追加投资，我做了31个方案。你以为合同上那300万美元是平白无故掉下来的？江一婉，地球离了谁都转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李总，当年是谁在秋千会上跟我说，只要我帮飞宇挺过难关，飞宇就有我的1半股份？合伙人协议您压了3年不签，现在卸磨杀驴，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？那是以前口头的期许，现在公司规模大了，一切按规矩办。你拿了工资，就是公司雇佣的员工。就是，李总给你平台，你才能接触到盛旭。没有飞宇，你江一婉在陆总眼里算个什么东西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没有我，盛旭还会不会把这笔战略投资给你？江一婉，你别嘴硬，你一个女人，3年里往陆承洲那里跑了47次，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手段签合同？等我把合同签下来，飞宇上下只会记住我的名字。江一婉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李总，你看你好，我是飞宇资本的江一婉，有非常紧急的项目修正案，需要亲自呈给陆总。不好意思，江女士，没有预约，陆总不会见您的。而且我们陆总明确说了，飞宇资本的方案不符合盛旭的要求，那是旧方案。新方案我改了7个版本，解决了盛旭系统兼容的痛点，请你帮我通报一声，只要3分钟。对不起，请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
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呢？陆总，保安在后面，但在他们把我拉走之前，请您看一眼这份方案。根据我之前了解的内容，您已经被13家投行拒绝了。他们嫌弃圣域研发周期长，现金流断裂。但我知道您的核心专利是无价的。你懂什么？飞域资本不也只想压低估值控股我们吗？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写的这份新方案采用分期注资，第一轮500万，保住你们的研发；第二轮债转股，绝对不会稀释您的创始团队控广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一婉。我看过盛旭所有的技术白皮书。陆总，3年前我看了您的发布会，您说科技应该造福大众，而不是成为资本的玩物。这一次，我用我的职业生涯跟您赌，飞宇的资金加上您的技术，能赢。江小姐，你比那些只看财务报表的投行经理有眼光得多。合作愉快。这一场赌约我赢了，陆承洲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坚持和飞宇资本保持合作。而这些内幕，利欲熏心的李浩和空降的周可可根本一无所知。江小姐，陆总原定12点到达飞宇进行最终签约仪式，但行程临时改变，预计上午10点到达飞宇资本。江一婉，你给我等着，等陆承洲签完合同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在行业里身败名裂。周经理，那我祝你们签约愉快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商业机密，原来就是一堆烂纸。江一婉，离了你，合同照样也能签。不对，盛旭集团项目最核心的数据包客户拓展记录呢？你藏哪儿了？真正能让陆总签字的东西，从不记在电脑里，在这里。第1章，陆总做决策从不看花哨的 PPT， 只看底层技术链，准备2套方案，一套应付中层回报，一套直接切入核心数据。他要是反问，你闭嘴，等他自己往下推。第2章，陆承洲是技术工程师出身，最讨厌被说服，别试图向他灌输你的理念，把客观数据和市场推导摆出来，让他自己得出结论。你越强势，他越反感。第3章，他的信任只有1次。陆总这个人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如果你骗他哪怕1个字，盛旭的门这辈子都不会再对你打开。3张破卡片被你吹成了无字天书，什么底层逻辑、推导路径，你真以为自己是陆承洲的智囊？还是说你背后走了什么捷径，在替他做事？用不用在你？卡片已经给你了，祝你好运。江一婉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些话网上随处可见，想拿几句职场鸡汤来唬我？你当我是还没毕业的小学生？那自然不是，小学生还知道抢别人东西不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我还不如小学生？我说的是事实，这3张卡片是3年来我陪陆总死磕出来的经验。周经理，你要是按我写的做，今天签约还有一线时机，如果不按，那你自求多福。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失败者，有什么资格叫我做事？现在收拾你的东西，立刻滚！故弄玄虚，进公司3年，你天天捧着这些客户资源当底牌，觉得自己无人能替代。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，你引以为傲的这点经验，在飞宇资本一文不值。周经理，这些是我对接3年的核心客户资料，你贸然销毁，后续对接出问题，损失该由谁承担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公司处理无用垃圾的标准方式，同样也是公司现在对待你的态度。你耗费3年积攒的人脉业绩，在我眼里全是废纸，一文不值。全都撕完了，1张都没剩下。
撕得干干净净，连完整字迹都找不到。别站着浪费时间，立刻交出你的门禁卡工牌，我让人注销你的内部工作邮箱、客户对接账号。现在收拾东西，你可以滚出飞宇资本了。捡这些碎纸件做什么？难不成还指望拼回去整理信息，转头卖给咱们竞争对手，捞好处？江一婉，我劝你别做这种不切实际的白日梦，碎成这样，神仙都拼不全。我没想拼回去牟利，只是想好好留着，等会儿亲眼看看你会怎么为今天的举动痛哭后悔。你还真是牙尖嘴利，都落到被辞退的地步，还敢放狠话。陆承洲只用3年就把盛誉集团推进行业第2的位置，他阅人无数。周经理，你这种靠着耍手段抢功劳上位的替代品，根基浮浅，至究走不长远。咱们来日方长，拭目以待。还好周可可只顾着发脾气，没清空直斗。这些碎屑可还有大用。姐姐，碎纸机切得太细了，我只抢出来这些。佳言，谢谢你，够了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这半年来备份的财务和项目数据。周可可经手的所有报告里，有7份原始数据被他篡改过，还有3份合同的补充协议涉嫌造假。我把原始记录和修改痕迹都存下来了。你疯了！偷拷贝这些数据是要担法律责任的。我不怕，3年前要不是江姐，躺在医院里的我妈早就没命了。张嘉言，大半夜不回家，在公司哭丧呢。李总，求求您帮帮我，我妈突发脑溢血，明天手术必须交3万块押金，医院说不交钱就不给排手术。我能不能申请预支一下工资？预支？公司是你家开的，有困难找施舍场所，公司按规章制度办事，没有这个先例。李总，我求您了，我可以签长约，我的家产费都不要了，求您救救我妈。你要是干不了就递辞职信，别在这里道德绑架我。明天要是再因为私事影响工作，你就不用来了。李总，上周全员大会上您还说飞宇是有温度的合伙人企业，口口声声说员工是公司的家人，现在小张求助，您不帮也就算了，还要开除他，您的人情味儿就值这3万块钱吗？江一婉，你敢这样质疑我的管理决定？我只是在维护公司的价值观。卡里有3万，没有密码，你先拿着去交手术费。江姐，谢谢江姐，这笔钱我做牛做马也一定会还给你。江姐，我妈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周可可和李浩卸磨杀驴，我绝不能看着他们踩着你上位。好，佳言，你先回工位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记住，绝不能让周可可看出端倪。等着吧，佳言，好戏要开场了。江一婉，我警告你，出去之后少给我耍花招。这圈子就这么大，你要是敢在外面说飞宇半句坏话，或者泄露半点盛旭的数据，我可以用泄露商业机密的罪名送你坐牢。商业机密？你是说你偷去的那份行业报告，还是你那7份被篡改了原始数据的财务报表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胡说八道！你没有证据。我需不需要证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待会儿陆总到了，周经理，你猜他能不能看出你报表里那些漏洞百出的数据？你少吓唬我，陆总肯定会和我们正式签约。是吗？那你还有2分钟。你什么意思？周经理，陆总的车已经到楼下了，比原定的12点提前了整整2个小时。什么？怎么这么快？你还不快点
梯走，别让陆承泽看见你！快啊！陆总呀，哎呀，您怎么从这边上来了？签约是在 B 区，我带您过去。这边走，这边走。你是谁？陆总，我是本次合作项目的专项经理，我叫周可可。您不用叫我周经理，直接喊我可可就好，听着亲近些。哦，周经理，之前长达2个月的项目对接，从头到尾都是江一婉跟我沟通所有细节，敲定各项条款。他人在哪儿？哦，江一婉今天遇到有点私事儿，暂时请假外出了。项目上的事儿您别担心，今天由我全程负责对接，所有流程我都熟，您就放100个心。带路。好，陆总，您这边请。今天签约是大喜日子，我一早吩咐茶水间备好了上等大红袍。江一婉的索引卡片碎片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看他就是想故意给我难堪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。陆总，这边是贵宾专属电梯，直达 B 区签约楼层，您请。陆总，今天天气热，您先喝点茶润润喉。今天的议程我都安排好了，先给您过一下项目进度，然后是合同条款的逐条确认，保证不让您白跑一趟。这个项目一直是江一婉负责的，你确定你们能跟我谈好？放心吧，陆总，江一婉的水平在我们公司算最差的。项目虽然之前是他对接，但核心决策都是我在后面统筹。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，肯定让您满意。是的，陆总，周经理现在全权负责这个项目，我们内部做了完整交接。放心。既然核心决策都是你在统筹，那我问你，第一轮注资的触发条件是什么？是合同签署后满30天自动触发。自动触发。周经理，你刚才说核心决策都是你在统筹，那上周江一婉跟我确认的时候，说第一轮注资的触发条件是盛序完成 B 轮技术验收后，由双方 CTO 共同签字确认。你统筹的决策就是这个30天自动触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刚才是说错了。触发条件确实是技术验收后签字，我刚才一时紧张说差了。周经理，你一会儿说项目核心都是你统筹，一会儿又说30天自动触发，一会儿又说是技术验收后签字，3句话，3个版本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陆总，我刚才只是紧张说错了。那我再问你，专利质押的释放节点在哪个附件？释放节点应该是附件3，因为质押一般在第3章。附件4，同时需要在盛序完成技术迭代评估后，由双方首席技术官共同签字确认。这是3年前江一婉写进补充协议里的核心条款。对，附件4，我刚才记差了，脑子里东西太多，一时没转过来。您看，这个项目细节确实多，我昨晚加班到3点，有点迷糊。3年前这个项目立项时，签约现场只有2个人在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江一婉。他亲手拟的附件4，每一条触发机制都写明了前置条件。你说你都参与，那我问你，技术迭代的评估标准是谁定的？具体参数是什么？让江一婉来，我只跟他谈。陆总，
周经理只是最近加班太累了才说错的，您别着急，先喝茶，我们慢慢核对。我说了，我只跟江一婉谈，他到底在哪儿？陆总，实不相瞒，江一婉违反公司考勤制度，连续迟到多次，报销流程也有问题。公司昨天已经做出了处理，他被辞退了。李总，他说的是真的。陆总，这是公司内部的人事决定，周经理也是按制度办事。江一婉的考勤记录上确实显示他上个月18号迟到了。上个月17号，江一婉陪我看工厂到凌晨3点。那份考察报告的最后一页有我的亲笔签字。你告诉我，他违反的是哪条考勤制度？没有在凌晨3点打卡。这12000发的商务宴请，发票背面有我的配注。我说这笔钱算在我私人账上，他拒绝了，说要走公司正常流程，一点便宜都不肯占。你和我说他报销有问题。陆总，那些都是表象，他背后还有很多问题，公司正在深入调查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。周可可，你接手这个项目几天了3天。3天。你连自己说的每一个条款都门儿清都做不到，却告诉我江一婉有问题。李总，盛旭和飞宇合作3年，我认的不是飞宇的招牌，是江一婉这个人。他不在，这个项目没有谈的必要，任何的替代方案我都不接受。陆总您别生气，这只是个误会，我们可以让江一婉回来，他还没办离职手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您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后我要在这个会议室看到他，如果看不到，盛旭终止合作，违约责任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周可可，你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说换掉江一婉没问题，你现在看，你搞砸了，搞砸了一切。江姐，飞宇这边的签约暂停了，陆承洲点名要找你。周可可，你以为抢走我的位置就能抢走我日积月累的成功？我让你看看抢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下场。李总，盛旭那边虽然黄了，但我们可以找别的科技公司。一直想入行的小公司那么多，给的条件还比盛旭低，3季度指标我们全能补上。其他公司，他们的技术评估根本没过关，总部那边要是知道了，我们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总部那边不会知道的，等3季度数据做出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谁还记得我们换过合作方？要不把江一婉叫回来？李总，江一婉本身就是个刺骨，你现在解了燃眉之急，谁知道后面还会再搞什么幺蛾子？我打听过了，新讯科技的王总想见你，今晚8点，悦来茶坊。你被欺负了，为什么不找我？陆总，您和我之间是合作关系，我与飞玉集团之间的纠纷，不该把您卷进来。3年前你说要拯救盛玉，现在我问你，谁救你？周可可的7份数据造假，签字日期篡改，原始记录和备份都在 U 盘里。陆总，我有我自己的节奏。你把这些给我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让您把核心的技术专利收回来。飞宇内部已经烂了，从根上烂了。李浩和周可可这种人坐在决策位上，您投入的每一分都会变成他们中饱私囊的数字，不值得。李浩，明天上午10点，带着盛誉项目的所有原始文件来我办公室。另外，让周可可也到场。可可，好消息！陆承洲秘书刚才来电话，说陆总同意重新谈判。什么？陆总说可以再给一次机会，明天由你主讲项目。看到了吗，李总，陆承洲还是认可我的。江一婉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被扫地出门的。江一婉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现在不过是个没人要的无业游民，谁给你的资格出现在这里？我给的
周经理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陆总，江一丸已经被飞宇辞退了，他今天以什么身份坐在这里？我请的旁听，你有意见？陆总，这是我们团队精心打磨的最新方案。首先，我想向您汇报我们在技术专利领域的迭代路径，请看第1页。我们通过多维度的技术矩阵，对现有专利进行了横向拓展和纵向深挖，预计下个季度能实现专利价值的指数级增长。横向拓展，具体是哪几项专利？编号多少？原始申请日期？具体编号在附件里，我一会儿给您看。我们先看整体框架。这一页，红叶资本的估值数据，你为什么比他们自己公布的还精确？糟了，这是我从红叶代表那里拿到的内部数字，是密谈的内容，我怎么错把这张 PPT 放进来了？这是行业公开数据。红叶上周刚完成 B 轮融资，估值金额还没对外披露。你告诉我，你从哪个公开渠道拿到的？周可可，你知道3年前我为什么选飞宇吗？因为飞宇专业，实力强，在行业里是顶尖。3年前，盛宇负债300万，13家投行拒绝我。江一婉浑身是透闯进我的办公室，没有 PPT， 没有精美的方案，只有一套底层逻辑和一份赌约。他赌上职业生涯，帮我拿下第一笔投资。他相信我，所以我相信他。而你，连你自己 PPT 里的数据都不相信。红叶和盛旭，你连名字都能搞混。你告诉我，我凭什么把3000万的项目交给你？李总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周可可不适合负责这个项目。飞宇如果3天内不换回江一婉，盛旭将终止合作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陆总，这太突然了，咱们合作了3年啊！陆总，您被他骗了！江一婉是商业间谍，他今天带着那些所谓的证据来，就是为了搅坏我们的合作，好让别的公司接盘。他要是间谍，3年前为什么把300万美元送到我手里？他要是间谍，为什么拼死保住我的控股权，宁可自己担风险，也不让投行稀释我的股份？这个项目，盛旭决定终止合作。3天后，我的律师函会送到飞翼。江一婉，我正式邀请你加入盛旭，福利待遇稍后我的秘书会跟你详谈。你值得一个更好的平台。他不能去。江一婉，果然你早跟外面的公司勾结了，你早就布局了。你就是带着盛旭的项目要跳槽！你这种女人，靠着投机取巧走捷径，现在又想踩着飞宇的血去盛旭。周可可，跟红叶代表吃饭的人是你，收了人家转账，承诺把盛旭项目搅黄的人也是你。现在你说我勾结外部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说我靠勾搭客户，我3年来为盛旭跑过47趟，飞过12个城市。酒局上我喝到胃出血，才换来第一笔意向金。你3个月前空降过来，连盛旭的技术架构图都看不懂，谁才是想毁掉这个项目的人？我在飞宇3年，清清白白的离开。你今天泼在我身上的脏水，每一笔我都会通过法律途径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送客，请。这一仗我赢了，但是周可可，我们的账还没算完。星河集团5亿智慧城市总包下周发标，这是核心需求书和技术白皮书。飞宇会去吗？他们现在账上冻结，资质评分已经掉档，但是我觉得周可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他要是输了，在飞宇就彻底没活路。一个走投无路的人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
周可可会使什么手段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江一婉，在盛旭，你不需要证明给谁看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。李浩，盛旭的律师函已经到前台了，3000万违约金，下月底钱不到位，我们银行寿险全作废，你说怎么办？各位，我正在想办法，正在谈。想办法？你除了把江一婉逼走，还会想什么？现在盛旭要收回核心技术专利，我们市值直接下降35%，你告诉我这怎么办？各位，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。星河集团5亿治水城市统包下周发标，盛誉对此志在必得。如果我们截胡，就反将盛誉一手，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彻底抬不起头。飞宇现在资金困难，拿什么投？这是星河的评标规则，技术权重占60%，商务只占40%。盛旭强在技术，但基建是弱项。我有红叶的关系网，能拿到星河内部的技术偏好和评分细则。好，周可可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这次只许成功。江一婉，你以为你躲到盛誉就万事大吉了？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，我要让你从盛誉滚下来。江总监，刚收到消息，飞宇也递交了预审文件，他们的报价策略有点异常。怎么异常？飞宇报的技术实施费比行业均价低20%，商务标的下活率更是压到了成本线以下。飞宇现在急需现金流，哪怕赔本也要先中标，再用变更签证把钱套回来。不要跟他们拼底价，技术标是重点，把我们的城市云脑专利和3年运维数据全部写进响应文件。明白。从今天起，夺标小组正式成立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这5亿必须落在我们手里。技术标给我往全、大、空里写，什么圈块链，什么数字卵生，名词堆上去，要让专家觉得我们最先进。周经理，我们心里都没底。之前公司所有的重大标书，一直是江一婉全权负责的，我们从没独立接过这么大的项目，这突然换我们来做，怎么？离了他江一婉，你们就都不会干活了？他那套抠细节、堆实数据的老路子早就过时了。评委看标看的是气势，是前沿概念，谁会一页页抠琐碎数据？实务期权，业内用这种方法做早期科技估值的不超过5家。星河的核心价值不是现金流，是技术路线的选择权。这套模型能完美量化它的战略弹性。这份模型我反复验过3遍，逻辑链全闭环。星河不是外行，他一看就知道，咱们是真下功夫，不是糊弄的。不是为了踩他们，是让星河放心，别人没查到的坑，咱们替他扫干净了。你把数据填进去，行业增长率用去年的，市场规模用3年前的，反正评委不会细看。周经理，3年前的数据和现在的市场差距很大，让你填你就填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好，一份应付评审的材料而已，犯得着较真？就数据凑出来好看，数字也体面，评委扫一眼就过，谁会真去逐年合台？这实习生就是太年轻，不懂职场变通，死板的要命。我投赞成票。星河的投资作为新基金开门红，全公司资源向江一婉抽协。我同意，江一婉这个方案确实不错，我也同意。如果能拿下星河这块肥肉，现在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全票通过。江一婉，明天开始组建项目组，你直接向我汇报。好的，陆总。飞宇和盛旭签的那份专利文件，申请人签名和劳动合同上的笔记，我做了逐笔对比。笔画走势确实不一样，一个起笔重收笔轻，另一个完全相反。这不是普通的代签问题。如果星河的评审专家查到这一步，非议直接出局。但周可可不会坐以待毙。
这是我3年前发给李浩的内部风险提示邮件，提醒他核查专利权属。邮件已读，但没有回音。李浩故意压下来的？不只是压下来，你看这封邮件的转发记录，它被转发到了一个外部邮箱。周可可3个月前才空降飞羽，但这个转发发生在半年前，飞羽内部有人更早就开始布局了。难道是红叶集团？我听到了一些风声。佳言，你去查一查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喂，王董吗？我是飞羽的周可可。对星河的项目，我手里有一些东西，您一定感兴趣。周经理，那份档案江姐说不能带出去的。江姐，飞羽现在只有一个周经理，做好你自己的事儿，不该看的别看。帮我查一个人，盛旭集团江一婉身边的助理叫张佳明，对，他最近见了什么人，去了什么地方，我都要知道。江一，你以为躲进盛旭就能高枕无忧？这次我要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王总，这是盛旭本轮投标的完整技术方案框架，实物期权估值上模型，2000处推演路径全在这里。周经理，这种资料你怎么弄到的？盛誉内部有我的人。王总，您之前说想参与星河的项目，但没有入场券，现在我给您送来了。条件呢2个条件，第一，星河的嫖标会上，您要帮我拖住江一婉，让他没机会当众拆穿我的方案。第二，盛誉 C 轮融资的时候，帮我散一条消息出去，就说江一婉和陆成功的不当利益往来，是他上位的根本原因。造谣，这事儿如果反过来查到我头上，可就麻烦了。不是造谣，我有照片。周经理，你比我想象中狠。商场如战场，王董，您不是也想吞掉盛誉的市场份额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成交，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：江一婉那个女人，我交过手，她不会坐以待毙。你最好确保你的方案里没有她能抓住的把柄。您放心吧，我的方案天衣无缝。飞宇现在拿出这份的核心技术专利合同，全属存在3处争议点。第一，李总在专利申请署上的签名与员工入职签署的劳动合同不一致。第二，共有权人转让手续未完成。第三，半年前，有人将这份内部风险提示邮件转发到了红叶资本的一个外部邮箱。红叶一直想切入星河的项目，如果他们在评标会上突然拿出这份邮件作为证据，指控盛旭早就知道专利问题却故意隐瞒，我们的信誉会受损。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主动披露，在评标会上，我们率先指出专利权属问题，并给出3套完整的解决方案，把隐患变成优势。你确定星河会买账？星河的王总不是傻子，他看得懂谁在做实事，谁在糊弄他。按你说的做。另外，红叶那边我来处理，你专心准备评标会，其他的不用管。周可可，你以为拉拢了红叶就能赢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。王总您放心，星河的项目我们飞宇志在必得。对，周经理的方案我看过，非常完整，非常有竞争力。周可可，你告诉我，你的方案到底有几分把握？李总，方案的技术部分我参考了盛旭的底层逻辑，商务部分我压到了成本线以下。只要评标会上不节外生枝，这5亿的项目就是我们的。参考盛旭的底层逻辑，你什么意思？盛旭的技术方案框架，实物机略模型2000数推演，全是江一婉的手笔，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你疯了！这是商业间谍行为！一旦被查出来，飞宇声誉全毁，我也要坐牢。李总，您现在还有退路吗？盛旭已经终止合作，银行受限冻结，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这5亿的项目
是飞鱼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周可可，你是真的要害死我！李总，不是我害您，是江一婉，他带走了所有资源，把飞玉逼到了绝路。我们现在做的不过是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你决定不会被查到？这是产旅权属无章议承诺书，上面有星河集团的公章，只要票标会上拿出这份文件，专利问题就不是问题。这张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亲手从星河行政部拿到的。周可可，我就再信你最后一次。姐，查到了，周可可3天前和红叶的王董在蓝山咖啡体见面。还有呢？待了40分钟。周可可离开咖啡厅的时候，包里多了一份文件。我找人看了咖啡厅的监控，那份文件的封面印着盛玉的 logo。他买了我们的方案。不只是买，红叶的人也在场。姐，他们在联手。这是盛旭真正的投标方案，实物期权模型只是外壳，里面的核心数据我做了3份版本，一份在我这里，一份在陆总手里，还有一份是假的，专门留给可能泄露的渠道。姐，你早就料到了。周可可这种人不走正道，他既然能偷我的报告，就能买我的方案。我给他一份特别定制版，让他在评标会上自己跳进去。姐，那真的方案呢？真的方案，明天早上我会亲自交给陆总。从明天起，盛旭内部所有核心数据全部加密，权限重新分配。周可可，你以为拿到了王牌，实际上那只是我给你的诱饵。3天后，星河评标会当天，把这个放出去。标题我想好了，盛旭女高管上位的秘密。收到。江一婉，3天后我要你身败名裂。所有人听清楚，星河的招标会下周准时开启，在最终版 PPT 定稿落地之前，今晚全员无休，谁都不准擅自离场。饿了就点外卖，边吃边看报告改方案，困了就用凉水洗脸撑着。项目没做完，没人有资格休息。周总监，我身体实在不舒服，头晕的厉害，我想先回去休息一会儿。身体不舒服，不想干就直接滚。以前江一婉带队的时候，加班熬夜是常态，你们一个个都老老实实，半点怨言没有。现在换我带队，正是项目最关键、最需要人手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接二连三装可怜找借口。周总监，我没有装，我是真的撑不住了。前几天医生刚嘱咐低血糖要多休息。你把医生搬出来压我？公司是施舍场所吗？是你家开的吗？现在全组上下所有人都在通宵加班，人人都在扛压力，就你最特殊。我真的撑不住了，周总监，我就回去休息2-3个小时，缓过来我马上赶回公司继续干活，绝对不耽误进度。您通融我这一回行吗？回去休息？那你手上负责的项目优化方案呢？今晚就要汇总上报，你放下工作走人，剩下的烂摊子谁来收拾？我早上9点就单独通知你提交优化方案，现在深夜11点，整整14个小时。你告诉我优化后的方案在哪儿？第3版方案我昨天凌晨就按时发到您邮箱，同步到工作群了。您当时说需要亲自再审核看看，一直没有给出修改反馈。第3版也能叫定稿方案？逻辑混乱，排版杂乱，数据支撑稀稀拉拉，亮点全无，漏洞多到我都看不下去。这种半成品也敢交给我？我怎么拿去对接项目、对接投资人？可您一直没有给出修改意见，我们全组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也不敢随意改动，只能原地待命。而且其他小组的方案也都在等您的最终确认。不知道怎么改？你们是专业做方案的员工，不是只会等指令的机器人，还要我手把手教你们做方案、改细节？公司高薪养着你们，就是让你们原地等我喂饭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少拿其他组当挡箭牌，出了问题就全员甩锅给我。你们一个个干干净净，毫无责任。我把话放这儿，今天星河这个项目方案要是出了任何差错，黄了投标，你们全组绩效全部清零。第一个走人背全责的就是你。你们就这么懒散摸鱼、消极怠工，等着上面核查问责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态度不端，拖慢项目进度，是谁毁了整个大局。周总监现在真是彻底疯了，以前这些标书细节、数据核对、方案打磨，全是江一丸总监一手包揽，从来没出过差错。我们跟着干活，轻松又稳妥。可不是嘛，江姐一走，没人兜底扛事儿了，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压榨我们，只会摆架子发脾气，根本不懂实打实做项目。我最后重申一遍，今晚谁要是擅自走出办公区这个门，明天直接等着收公司的辞退律师函。李总，这段时间跟进星河的项目，我反复梳理了好几遍对接流程，思来想去，心里实在放不下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我们是不是或许该调整一下打法？调整什么打法？难不成要去学江一晚那套死磕细节、抠鸡毛蒜皮的死板路子？你还是太年轻，太不懂行。商场里的弯弯绕绕，你才接触多久？看得透里面的门道吗？商场投标、正气合作，拼的从来不是死板的数据和纸面细节，是人脉，是交情。星河的王总跟我私交深厚，整整喝了3年酒，维系了3年关系。他江一晚只会埋头干活，他能有这份人脉底气？可是李总，上周星河对接的负责人私下跟我透露，他们那边明确表态，以后不会再接收我们公司的任何礼品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和王总往来这么多年，他向来重情重义，往年合作处处给我留情面，怎么会突然这么不念旧情？他原话到底怎么说的？一字不差讲给我听。王总托负责人带话，原话是让您把心思好好收一收，多花在项目正事、方案打磨上，少搞旁门左道，靠人情送礼铺路的路子，往后行不通了。这次项目评审只会看硬实力。你可出去，别在这烦我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周经理，这份 PPT 里标注的核心技术参数依然是2年前的老旧数据，完全跟不上现在的行业标准。如果我们拿着这份漏洞百出的方案上交投委会，风险太大了，根本站不住脚。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质疑我的决策？我不敢质疑您，我只是担心评审看出问题，影响中标结果。担心影响结果，不想干了就直接滚蛋！你的实习考核表、最终留任评分全都攥在我手里，你掂量清楚。对不起，周经理，是我多嘴了。这不是多嘴，是没脑子。上投委会答辩扛压力应对评委提问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出了任何问题都是我来兜底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？可是周经理，数据漏洞是实实在在的，老旧参数不更新，错误数据不修正，一旦被投委会核查出来，不仅会丢标，还会影响公司口碑，风险真的太大了。就比如这份行业市占率数据，更新？我看你是没事找事，这份数据是我亲自筛选、亲自核对过的，绝对没问题。你随便挑，你说哪里错了 ？PPT 里我们标注的行业市占率是37%，但行业最新的真实公开数据只有19%，相差整整18个百分点，偏差过于离谱。这绝对是假数据，是同行竞争对手故意抹黑我们，乐意放出的虚假数据，根本不作数。周经理，这个19%的市占率不是外网杂语，是我们公司去年对外公示的官方年报数据，有据可查。年报数据又如何？这份年报当初也是我亲自审核定稿的。我说这个数据错了，不需要任何人反驳。是，您说的对。不过是10几个百分点的数据偏差而已，根本算不上什么致命漏洞。投委会的评委每天要审核数十份投标方案，怎么可能严格按照标准来看？您之前和飞宇签署的核心专利申请书全属有争议。什么意思？
飞宇试图在星河项目投标中展示对盛旭专利的使用权，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当，下一轮融资估值可能缩水30%。我已经将李浩蓄意模糊合同条例的地方整理出来了，他的如意算盘这回全都会落空。明天要开始招标会了，周可可，你的完整尽调方案、专利风险说明呢？专利权属这件事一旦摆上台面，非议直接出局。李浩不会保我，我在公司彻底完了。数据我已经整合完毕，只是专利那块有个小瑕疵，我想到办法遮掩过去。遮掩？星河那边已经明明白白指出来会看专利问题，怎么遮？我伪造一份专利权属无争议承诺书，上面写明所有发明人已完成转让，盖仿造公章，到时候当场出示。只要星河不现场核热原件，这事儿就能瞒过去。造假文件一旦被查，我们飞宇声誉全毁。现在没有别的退路，江一婉攥着专利风险的把柄，我们再不拿出有力凭据，星河就直接选盛旭。只要竞标拿下项目，后续再慢慢周旋专利问题。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，文件做的隐蔽一点，别露出破绽。全套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保准堵住陆承洲的嘴。心思倒是活络，这份承诺书能压住专利的质疑，招标会稳一半。这份完整方案由我全程主导撰写，明天路演我上台主讲，现场拿出承诺书，打消所有人疑虑。你主讲？方案是我一手统筹，承诺书也是我做的，自然我上台。你要是不信我的能力，那咱们只能等着输给江一婉。好，明天你上，赢了这一局，我给你申请奖金翻倍。奖金我不稀罕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把公司内部项目荣誉条账全部更新，所有项目相关成果署名统一改成我，弱化江一婉曾经的贡献，避免外人提起他当初的尽调提醒。这要是翻旧记录查起来，公司眼下只会关注本次招标会成果，不会翻看往年台证。您要是非要保留江一婉的名字，等于主动告诉所有人，飞宇离了他就做不出完整项目。改，全改，按你说的办。小周，明天这一仗要是赢了，你可是我们飞宇的大功臣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犒劳你。有气魄，我就欣赏你这点。江一婉，你费心查出专利隐患又如何？我一份伪造承诺书就能抵消你的全部优势。明天路演，赢家只会是我。走，今晚我请你吃饭，提前庆功。哎呦，这不是从前我们飞宇的员工江一婉吗？现在摇身一变成盛旭集团的江总，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。周经理，好好准备你待会儿的宣讲吧。今天的招标会结果会让一切水落石出，到时候大家自然就知道了。那当然，江一婉，你真以为没了你，飞宇就拿不出过硬的项目材料？现在正式开始讲标环节，请按照抽签顺序依次开始宣讲，每人20分钟。下面请1号代表飞宇资本发言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我们飞宇完整估值方案，采用成熟折现现金流模型测算，同时我们提前对接星河内部管理层，拿到这份盖有企业公章的专利权属无争议承诺书，彻底打消专利隐患顾虑，项目安全系数拉满。下面请最后一位盛旭资本代表发言。大家好，盛旭本次方案采用实物期权2叉数估值模型，结合完整上下游产业尽调，完整披露专利权属现存风险，并附带兜底解决方案。飞宇刚才拿了专利免责承诺书，盛旭反倒直接点出专利问题，两份思路完全相仿。奇怪，星河从没对外出具过这种承诺书，会不会有问题？江一婉之前在飞宇任职，说不定是他故意夸大专利风险，刻意打压老东家。江一婉，你再专业又怎样？一纸承诺书就能把你的全部风险分析全部推翻。现在我宣布，本次竞标的得主是盛旭资本，恭喜你江总。怎么可能？田总，
您是不是判断失误？我们手握官方专利无风险承诺书，盛誉只会放大负面风险，您怎么反而选择他们？是啊，田总，这份承诺说白纸黑字盖公章，非遗方案明显更稳妥。您这样评选，很难让在场机构信服路演公平性。周可可，你当众质疑评审结果，先解释清楚你手里这份文件的来源。田总，我们自然信任星河评审，但江一婉从前是飞宇离职员工，刻意放大项目风险，针对性打压我们，您不能不慎重。田总，飞宇持有企业盖章承诺书，盛旭只抛出风险，没有配套凭证，评审结果很难服众。看来所有人都对中标结果这份专利承诺书充满疑问，是吗？江一婉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为什么刻意渲染专利风险？我看江总是拿不出能抗衡承诺书的证据，只能空口说白话。周可可，你笃定这份承诺书具备法律法规？白纸黑字加盖星河公章，当然真实有效。如果我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，你作何解释？你要是能证明文件造假，我当场下跪向你赔罪道歉。证据拿出来！这份承诺书我初见时也十分疑惑，星河行政部从未出具该文件。江总，请拿出你的证据。第一份，星河行政公章备案样本，公章字体、编号、纹路和周可可这份承诺书完全不符。第二份，星河法务部官方声明，明确从未签署任何专利免责承诺。第三份，完整专利发明人劳动合同，全属登记档案，清晰记录共有权人未完成转让手续，风险真实存在。不是，这些都是你串通别人伪造的证据。法务、行政负责人此刻就在会场侧间，随时可以进场当场核对公章原件与档案。你为了竞标，私自仿制企业公章，编造虚假官方文件，已经触及商业欺诈红线。原来承诺书是他造假的，他的胆子也太大了。为了拿下项目敢伪造公章，也太大胆了。之前还误会江一婉刻意抹黑老东家，原来是周可可刻意掩盖重大项目风险。江一婉，同事一场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到无法收场吗？刚才是你拿假文件颠倒黑白，咄咄逼人。江一婉从头到尾只陈述客观尽调事实。是谁把事情逼到这一步？刻意隐瞒专利权属风险，伪造企业文件，篡改公司项目成果谈账，本末倒置的人，你心里清楚。难怪飞宇过往优质尽调全部出自江一婉，周可可只会篡改数据，造假文件掩盖漏洞，当初居然把实干的人排挤走。我这里有完整录音，周可可全程要求我们使用过期失真数据，隐瞒专利风险，还私自仿造公章制作虚假承诺书，全部属实。盛旭此次方案专门针对星河专利隐患，设计2套权属变更、股权对冲方案，实物机权模型精准测算技术迭代价值，所有数据、产业调研全部由纸质型稿、云端存档可核验，不存在任何虚假内容。我正式宣布，星河 C 轮融资独家合作机构定为盛旭资本，非易资本提供虚假盖章文件，刻意隐瞒核心资产风险，永久取消本次竞标资。后续星河法务将对接贵司，追责伪造文书事宜。哎呦，那周经理是不是要给江总下跪道歉啊？也不知道他怎么敢说那些话的，自己造假还敢污蔑江总。我要是他呀，早就给江总跪下道歉了。都这样了，死撑着还有什么用？闭嘴！江一婉，你以为你就赢了吗？你们以为他江一婉就清清白白吗？就算你江一婉拿下了星河的项目又怎样？你还不是靠着和陆总的不正当往来才能跳槽到盛旭？照片拍得清清楚楚，还需要我说的更明白点吗？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盛旭江总的专业能力，白天中标，晚上应酬。天哪，难怪跳槽升这么快。怕是在非议的时候就和陆总勾搭上了吧？
难怪。哼，江一婉，你以为你赢了这次招标会就能把我比下去？我让你在盛系也待不下去。周经理，我劝你，凡事要三思而行。江一婉，你一个被淘汰的失败者，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上课？各位，我周可可在飞鱼5年，从没靠过歪门邪道，不像某些人，连尽调报告都要客户配合完成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江总最擅长配合客户录像，配合陆总吃夜宵，配合到酒店开房。周经理，照片有实锤吗？酒店大堂高清监控，2人并肩进电梯，凌晨1点离开，这还不算实锤？周经理，照片里只有2个人。什么？照片里还有我，周经理怎么不一起放出来？那天是我求江姐把我引荐给陆总，飞玉把我当耗材，江姐走了，那地方只剩关系户和寄生虫，我待不下去。江姐，飞鱼我待不下去了，周可可给我派的活全是擦屁股，功劳他拿，锅我背。上个月的尽调报告我熬了3个通宵，署名变成他的了。我知道我不够格进盛旭，但我跟了您3年，您教我的东西我没忘。您说尽调要眼见为实，我跑了17趟工地。您说合规是第一底线，我拦过李浩3次违规放款。这是我独立做的3份项目复盘，我知道有漏洞，但都是真的。这个抵押率算错了，72%，不是65%。我重新算过3遍，数据源是评估机构给的，他们虚高了。你没用第三方比价，也没查近期法拍记录。重做，查清楚，告诉我错在哪儿，怎么改。江姐，您愿意教我？我不教废物，但你是被埋了，不是废了。陆总，我带了个人，不是推荐，是让您面试。您看不看得上，我不担保。谁知道你们3个什么关系？说不定是合伙做局。周经理，您当年跟李浩在办公室锁门加班，全公司都能闻见香水味儿。我跟江姐清清白白，您跟李浩呢？李浩给您批的每一笔奖金，走的都是特别项目津贴。您猜审计查不查得出来？等等，李浩不是林家的上门女婿吗？哎呀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，入赘5年了，靠林家发的家。林明，是林明来了。李浩的老婆，我的天，这次没白来啊！把合同给他。5年前你跪着签的入赘协议，要我念吗？林家给了你300万，现在你用林家的钱养女人，用林家的关系做信托，还想脱离林家。玲玲，是周可可勾引我，都是她。勾引？凌晨2点，你主动刷房卡进门，他勾引你，你倒是说说他怎么勾引你穿睡衣的。我们毕竟是那么多年夫妻，玲玲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这一次。这3年，你给他批了27笔特别项目津贴，总计460万。林家的钱，你以为这么好拿？告诉他，违约条款第几条？第7条，婚内转移资产损害邻家商位，构成重大违约，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。李浩，你入赘那天，我爸问你，林家给你平台，你拿什么换？你说拿一辈子忠心，现在5年，你就值5年。玲玲，我可以解释。这5年，你谈的每一个客户，签的每一单合同，
都是我林家的面子。是你毁了我！掐，用力掐，掐死了他，你进监狱；掐不死，他进医院告你故意伤害。怎么选都是林家赢。李浩，你这辈子最值钱的时候，就是跪着求我爸那天。现在你连跪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傍着他图钱，我管着他图听话。现在他连听话都不会了，你还图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图的是我的钱，那更蠢了。3年前，飞宇给我爸做过一份家族信托方案，我看过，署名是周可可。今天才知道是你写的。李浩把署名换了，绩效给了周可可，这种事在飞宇不是第一次，所以我爸一直以为是周可可的才华，还夸她有眼光。飞宇跟盛旭的年度合约我续3年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你亲自做，不是盛旭，是你江一婉这个人。江总监，之前我们私底下乱猜测您入职原因，对不起。末位淘汰肯定是飞宇瞎了眼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话是你们说的，但锅是飞宇的。我不记仇，但希望你们记住，盛旭不养闲人，也不埋能人。做出成绩，署名是你的；出了纰漏，责任也是你的，公平。江姐，李浩被林家扫地出门了，但周可可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江一婉，凭什么你步步高升，当上盛旭的副总，天天风光无限，而我却只能躲在这耗子洞样的出租间里吃泡面，连简历都被各大投资公司直接退回。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江一婉，这次我要让你彻底身败名裂。周可可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下周房租再不交，我就直接换锁了。别整天跟我找借口，我见得多了。像你这种赖账的，下周一直接扫地出门。王哥，您放心，这次肯定能交上，我手头马上就有一笔大钱进账了。放心，上个月你说下周，上个月你说发工资，这个月又给我画大表，最迟下周一下午6点，见不到现金，我当场换锁，把你的那些破烂玩意儿全扔到楼道里喂狗。下周一，王哥，求求您再宽限我2天，就2天行吗？宽限你？谁来宽限我的房贷？少废话，下周一见不到钱，你就等着睡大街吧。挂了。催命啊！等我把江一婉拉下水，多的是竞争对手给我送钱，到时候谁还住这破地方？这照片这么糊，别是 P 出来故意黑人的吧？楼主有锤放锤，没锤快滚！我就是盛旭的前员工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个陆总每周3晚上都亲自开车送江一婉回公寓，整个盛旭早就传遍了，他就是靠身体上位的。江姐，我查过了，这个帖子的发帖 IP 在城南老城区，发帖时间是今天凌晨整整3点。现在正值我们盛旭 C 轮融资的关键节点，这绝对是有人在背后恶意操纵舆论。加严，继续深挖。江姐，发帖时间精确到了分秒，去年的今天正好是你被迫离开飞翼资本的周年纪念日，世界上没有这种巧合。1年了，距离我被李浩和周可可联手赶出飞翼资本，刚好整整1年。是周可可，又是这个女人。当初她挪用公款和造假被我们拿到证据开除，还被行业拉黑。她现在是狗急跳墙，想咬死我们。只有她才会把我的离开当成她这辈子的耻辱日，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。一婉，网上的那些针对你和公司的帖子，我很难不注意到。陆总，真是不好意思连累了您。
发帖的人是冲着我来的，却把你也拽进了这趟浑水。你是我陆承洲一手提拔起来的盛旭副总，冲你来和冲我来有什么区别？一婉，我打电话给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陆某人在这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我绝不信谣。谢谢您，陆总。佳言，立刻联系技术部，对发帖的照片做司法级技术鉴证，光影角度、像素合成痕迹、原始 EXBT 信息全部调出来，做成公证文件。周可可，1年过去了，你依然只会用这种见不得光的下三滥手段。陆总，您这时候本该在准备后天的行业峰会，实在不必在舆论风口浪尖上亲自出来见我，这容易被有心人做文章。一婉，我做事向来只看价值，不看流言。这次理在我们这边，你怕什么？避嫌。我陆承洲做事向来是帮亲不帮理，更何况这次你江一婉清清白白，理全在咱们盛旭这边。陆总，您还记得3年前我浑身湿透闯进您的办公室谈合作吗？那时候我跟您说，我想做真正有价值的产品。您说巧了，我也是。那时候我连身上那套西装都是借来的。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候你穿了一身大了2号的西装，袖口还磨得起了球，可你的眼神里有光。聊起我们的技术架构，你能不吃不喝聊3个小时不停，那种对行业的真诚是装不出来的。所以这3年来，我拼了命的帮盛旭跑融资做项目，就是为了证明您没有看错人。可现在周可可几句凭空捏造的谣言，就把我这3年的心血和拼搏全抹黑成了靠吐关系上位。我不怕自己被泼脏水，我是怕连累了盛旭的 C 轮融资。江一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脏水之所以是脏水，是因为它永远泼不进金子做的谷子里。我提拔你，是因为你值这个位置，这个值字就是我们盛旭30亿估值最大的底气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陆总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别酸了，后天行业峰会的发言稿自己写，别想让我替你润发。是，保证为陆总完成任务。短短几天，热度已经爆了。江一婉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在投资界立足？幸好去年飞宇峰会结束后，我在停车场多留了个心眼，偷拍下了这张照片。江一婉，你不是标榜自己清高吗？我看你怎么解释这张照片。周可可，最后通牒，今晚12点之前2000块房租不打到我卡上，明天早上8点我亲自带保安把你的东西全扔出去，听懂了没有？王哥，您再宽限我2天就2天，我这个爆料马上就成全网大热搜了，到时候各大竞争对手会给我一笔巨额公关费，我直接给您续1年的租。江姐，查到了，发帖的真实 IP 最终指向城南的极速网吧。周可可虽然用了海外代理 IP， 但在她发第2张照片的时候，网吧的网络突然断开重连，导致她的真实 IP 暴露了整整3秒。光凭网吧 IP， 在法律上只能证明发帖设备在该网吧，他完全可以推脱是别人用了那台电脑。还有其他铁证吗？有，这是周可可3天前发的一条朋友圈，配图是一杯奶茶，自带定位正好是极速网吧隔壁的奶茶店。而发帖爆料的系统时间，他现身网吧的监控记录时间线完美闭合，没有任何抵赖的余地。网吧内部的监控录像调取到了吗？调到了。网吧老板听说涉嫌商业造谣，非常配合，已经把当晚周可可戴着口罩
在特定机位发帖的无死角监控截图，全部打包发送到我的邮箱了。加严，把所有的 IP 路径、技术鉴定报告、朋友圈截图以及网吧监控，全部整理成一份毫无破绽的证据链公证书，一式3份。程州，3天后我们盛虚举办的行业 C 轮融资峰会上，我需要你在媒体面前帮我配合演一出大戏。一婉，放心吧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之前那些跳梁小丑的谣言，正好可以作为我们 C 轮融资峰会最好的免费宣传。你放心，峰会那天我会亲自上台，给那些不择手段的恶人送上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。周可可最近还发过什么？除了那张奶茶照，朋友圈3天没更新了。不过他微博小号昨晚发了一条，说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截图。定位呢？关了。但他微博的登录设备没变，还是那台 iPhone 13，手机和网吧监控里拍到的手机壳对得上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昨晚11点离开网吧，打车去了城北一个老旧小区。我查了他那辆车的轨迹，终点是锦绣花园3号楼。租的还是买的？租的，月付，合同上周刚签，现金付的。网吧的监控备份一份给我，原始文件不要截图。已经拷好了。我就是当天的现场目击者，全过程都看见了，照片保真，一点作假的痕迹都没有。大家别被当事人的表面模样骗了。重磅消息，盛旭集团骨干江一婉已正式确认出席3天后的全国资本行业峰会，届时将与集团总裁陆承洲同台演讲，分享行业实战经验。如果你风光出席峰会吧，江一婉，你现在爬得有多高，日后摔下来就会有多惨。我等着看你跌落泥潭的那一天。江一婉，你绝对不可能查到幕后的人是我，你永远都不会找到我的。恭喜盛誉集团江一婉拿下本年度行业瞩目新人奖项。接下来有请江总上台发表获奖感言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风光、机遇、荣誉全都是你的？凭什么你站在台上万众瞩目领大奖，而却躲在这种阴暗狭小的出租隔断间，过着见不得光、暗无天日的日子？想逼得我走投无路、彻底垮掉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定要彻底毁掉江一婉的名声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现在爬得有多高，将来摔下来就有多疼。3家小报，2个自媒体，还有7个水军账号，证据链完整，可以起诉。不急，再给他加点料，把他在飞宇的履历架假、推荐书抄袭以及伪造项目印章的证据一起打包。我要让全行业看清楚，他是个什么东西。明白。另外，查一下他最近3个月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。他不会只找了水军。明白，已经在跟了。上周他账户有一笔境外入账，来源还在核查。他急了，急了就容易出错。江总，舆论那边需要提前放风吗？等他再跳一次，跳得越高，绳子勒得越紧。这里是5万，买你们一个头条，标题是盛旭江一婉陪睡陆承销3年 ，C 轮融资真相曝光。周小姐，这照片是 PS 的，我们看得出来。不用你们负责，出了事儿我扛。您等着吧，今晚就见报。姐，咱们安排的爆料全部发出来了，3家头部财经媒体同步上线深度长文，周可可过往所有见不得光的黑料全被扒得干干净净，这下他彻底翻不了身了。飞宇资本前信托高管履历全面造假，伪造项目公章，虚假对接资源，全部细节完整曝光，证据链齐全。周某斥资大额资金购买水军账号，恶意抹黑同行，完整银行转账流水、水军聊天记录全部流出，无可辩解。飞宇前高管行业推介书抄袭实锤，原创作者公开发声，严厉追搜，公开谴责其窃取成果行为。
周可可现在人在哪儿？有联系到她吗？不光这一个社交账号，他全网所有短视频、论坛、职场平台账号全部同步封禁，平台直接关闭申诉入口。他现在连一句辩解真清的渠道都找不到。拿我的工作机打电话给李浩。姐，现在还要联系李浩吗？他当初处处偏袒周可可，根本不值得咱们主动搭话。是该让他好好看看，当初他一手提拔、倾力捧起来的人，如今落得什么样的下场。江一婉，咱们共事这么多年，好歹有过一段同人情分，你做事非要赶尽杀绝，做得这么绝吗？李浩，如今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自身难保，别无选择。你说自身难保？现在你在盛宇集团风光无限，手握优质项目资源，哪里半分难处？人不为己，自身难保这句话，当初是你亲口教我的。如今我不过是照你的道理活学活用，想来你应当十分体谅，深有体会吧。周小姐，你的简历我们人事部仔细看过了，资料上写你之前在飞宇资本任职投资总监，这个岗位权责很重，能简单聊聊你在广西间负责的核心项目吗？是。我在飞宇全权对接多条优质信托产品线，手里握着不少稳定大客户资源，业务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。飞宇资本上个月已经正式破产清算，工商公示的离职人员名单里清晰有你的名字，这件事属实吧？属实是属实，但我是主动递交辞呈离开的，公司倒闭和我没有半点牵连，我提前抽身，规避了大部分风险。实在抱歉，我们公司内部有明确录用红线，现阶段不收任何飞宇资本旧部。今天的面试就到此为止，请。周小姐，网上铺天盖地关于你的爆料帖子、行业新闻，我全都仔细看过了。我们只是体量不大的小型机构，根基浅，扛不住任何负面舆情风波，实在不敢录用你。网上那些内容全部都是恶意造谣抹黑，是有人故意针对我捏造的假证据，根本不是事实。周小姐，如今整个金融行业的圈子都传遍了这件事，全网舆论已经定型，现在在纠结内容究竟是不是造谣，早就不重要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承担聘用你之后的连锁风险。行李抓紧时间收拾好，半小时后有人来收房。我还有半个月租期，押金扣光，地毯油渍，墙面损坏，加起来2300，你还欠我钱呢。要不是看你一副穷酸样，估计也没什么钱，也不会那么便宜了你。您尾号8872的账户已被法院冻结。李浩虽然净身出户，但我查到他还有一笔300万的隐名存款，藏在一家离岸信托里。林总想怎么做？我想请教你，对付这种人，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3年前，他批的第一笔特别项目津贴、原始审批单，你顺着这条线查，能摸到受贷人。原始审批单有签字，有日期。如果这笔津贴最终流向离岸信托，那李浩不仅涉嫌婚内转移资产，还可能涉及洗钱。你早就知道，我当时只负责投资，不管财务，但这笔津贴的金额和项目预算对不上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复印了一份。李浩这个人，我给了他5年时间，他却拿林家的平台当自己的跳板。现在我要让他明白，这个跳板没有了。看来他要掉下悬崖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摔个粉身碎骨？
那就全凭林总的意思了。您的离岸账户已被法院冻结，如有异议，请联系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江一婉离你们真是好样的，好样的！老张，是我老赵，对飞宇那个什么信号不好。老李，晚上有空喝一杯，我请你。喂，王总，是我飞宇的老赵啊。对，上个月咱们在商会见过的。飞宇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你们公司不是上个月就黄了吗？怎么还有脸打电话呢？王总，您听我说，我只是暂时遇到了点困难，但城西的那个项目还在我手上，资金链一接上，我马上就能东山再起。资金链？你当我3岁小孩？你们那个烂尾楼钢筋都锈成麻花了吧？我听说你们连保安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保安室的老头子自己买了把锁看大门，是不是啊？王总，项目是真的，批文都在我手里，只要您愿意投一笔启动资金，我给您让出4成。4成？我说你现在的身价连我司机都不如，我司机昨天刚换了辆特斯拉，你呢？拖着个破箱子满大街要饭？王总，咱们好歹相识一场，您就……房费欠3天了，今天不结你就滚蛋！您再宽限我2天，很快我就会东山再起的，滚！林氏集团全面接管飞域破产清算，原飞域高管李浩涉嫌婚内转移资产被追加起诉。追加起诉！玲玲这个贱人，她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你不该把自己逼这么紧，都凌晨了。我不是逼自己，是真心享受这种往前冲的感觉。现在什么感觉？把一件完全空白的事从零搭建到完整落地，从0做到1的成就感。我记得陆总是个喜欢有话直说的人。江一婉，你说话还是那么直接。陆总还是那么了解我。我喜欢你，从3年前那场行业竞标会初见你的时候就开始了。陆总，我前段时间才从飞鱼那堆烂摊子泥潭里爬出来，现在心里只有站稳脚跟，做好项目这一件事儿，没心思考虑别的。我早就料到你会拒绝。这3年我一直在默默观察你，你向来把新房住得很高。从前所有向你表露心意的人，你全都干脆回绝了。但我没有拒绝你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一样，不过就像当初一样，我需要一点时间，给我3个月，我给你答复。3个月，我等了3年，不差这3个月。不止离岸信托，他在非议期间还有3笔违规放款，风控签字都是代签的。足够申请行业进入了。进入？我要他在这个行业连名字都留不下。赵总，请问您承认违规操作吗？林家，上门女婿这个身份对您的事业有帮助吗？滚！都滚！当年要不是林总，谁认识他呀？真是狼心狗肺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周可可，连你也消失了，好得很，墙倒众人推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能睡人。
玲玲，玲玲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知道错了。给他2万现金。李浩，你入赘那天，我爸问了你3个问题，你答得滴水不漏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可以虚伪到那种程度。玲玲，5年的夫妻情分，你就这么绝情吗？夫妻情分？你用我的钱养周可可的时候，想过夫妻情分吗？你把江一晚的报告署上周可可名字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签了，净身出户，林家的钱，你1分都别想带走。你也被赶出来了。拜你所赐，我欠了高利贷。你先把那27笔特别精切的审批截图给我，我去威胁玲玲，我们大赚一笔。你疯了！我现在巴不得离你远远的。那些截图是我最后的筹码，你给我筹码！你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冻结了账户，江一晚封杀了你的名声，你连旅馆都住不起。李浩，你敢对我动手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当年要不是你淘汰了江一晚，我根本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样。我淘汰了江一晚，你没同意吗？又想把锅都甩到我头上来。要不是你被玲玲发现，我现在还是总监。你是总监？你现在是桥洞底下的丧家犬。丧家犬？你当年跪舔林恋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是狗？我跪舔，我给他当牛做马3年，他一句话就把我踢了。你呢？你开除江一晚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你配提吗？你配吗？那些截图我1张都没留，全烧了。销毁了，你销毁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咱们一起死，一起死！飞宇的老客户，我已经完成了全面接管。盛旭的3年合约，我打算追加到5年，条件还是一样，只认你江一晚。林总抬爱了，不过我现在是盛旭的人，任何合作都需要经过盛旭的投委会。我知道。所以我还准备了第2份合同。林氏投资聘请江一婉女士担任独立董事，年薪300万，不参与日常管理，只在重大决策时出席。飞宇欠你的，我林应还。林总，您不用替李浩还债。我不是替他还债，我是替我爸还债。他当年看错了李浩，导致你这样的实干人被排挤。林家的面子需要自己挣回来。合作愉快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是为了给过去2个月的事情做一个了断。经行业协会纪律委员会调查核实，原飞宇资本员工周可可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1、捏造事实，恶意诋毁盛誉集团及江一婉女士个人声誉； 2、与红叶资本原投资总监合谋，在 C 轮融资关键节点散布虚假信息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； 3、伪造星河集团公章文件用于商业竞标。现决定永久吊销周可可投资从业资格，列入行业黑名单，对红叶资本予以行业内通报批评，责令整改。江总、陆总，红叶对员工的个人行为深表歉意，已经将他辞退了。相关项目的违规所得，红叶愿意全部退还。王董，商场竞争各凭本事，但下三滥的手段用一次，行内会记一辈子。各位，今天这场发布会不是道歉会，也不是批斗会，是想告诉所有在这个行业里踏实做事的人，数据不会骗人，专业不会辜负人。那些想走捷径的人，捷径尽头是悬崖。好。
行业取名，红叶抛弃，房东赶人，江一婉，你够狠！周可可，认得我吗？林总，你睡了5年的男人是我老公，你花了他460万，那些都是林家的钱。林总，那些钱是李浩主动给我的，这是林氏投资的法律顾问整理的清单，你收的460万属于混内转移资产，我有权追讨。你要我还钱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我连下个月的饭钱都没有。你可以不还，那我就让律师起诉，法院会强制执行，到时候你连这个行李箱都保不住。江一婉用了3年时间从尽调员走到 CEO， 你用了3个月，把自己从经理变成街边的流浪汉，这就是差距。江姐，周可可的事儿在行业里传遍了，听说她被房东赶出来了，现在不知道在哪儿。佳言，你觉得我做的过分吗？江姐，从他污蔑你靠身体上位的那个时候起，他就该想到这一天。你不过是把证据交给了该交的人，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的。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报复他，是为了告诉这个行业，踏实做事的人不该被欺负。行了，他的事儿到此为止，下午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今天我要宣布2件事：第一，盛旭集团 C 轮融资5亿元已全部到位，投后估值30亿人民币。第二件事，从今天起，我将卸任盛旭集团 CEO， 改任董事长。新任 CEO 的人选江一婉。陆总，这3年前你跟我说你想做真正有价值的产品，现在我把整个盛旭交给你，别让我失望。感谢陆总的信任。盛旭这8年靠的是技术立身，数据说话。我会继续这条路线，未来的盛旭不做最大的，只做最真的。江姐，星河项目的尽调团队已经组建完毕，明天出发。林氏投资下季度的家族信托方案发你邮箱了，有空过目。后天董事会别迟到。另外，你欠我一顿火锅，记得还。江总，6点了，您今晚还有一个行业晚宴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出来。3年前，我赌上职业生涯，换来的不只是一笔投资，是一个证明，证明在这个世界上，认真做事的人不会被辜负。